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知唔知有一間公司佢盤生意明明做得好好，盈利能力超卓，但係個股價竟然低到好似話俾全世界聽，佢未來5年盤生意要每年倒退6.2%咁滯。係啊，你冇聽錯，每年負增長6.2%。呢間公司就係今日嘅主角信邦控股，股票代號1571。咁點解市場會俾一個咁悲觀嘅定價佢呢？老實講，如果你用第一層次思維去睇，又好似幾合理㗎。市場共識係咁樣嘅：第一，信邦係一間典型嘅中國汽車零件供應商，食粥食飯睇全球汽車銷量，盤生意好有周期性。你睇佢2024年淨利潤咪跌咗7.2%咯，咪就係證據咯。第二，佢係一間中國出口商，而家中美關係咁緊張，關稅風險就好似個計時炸彈咁。第三，佢哋好多生意都係同啲傳統西方汽車品牌嘅合資廠做，但係呢啲品牌喺中國嘅市場份額，大家都知咩事啦，日漸式微緊。所以呢，市場大部分人就將信邦歸類為價值陷阱，覺得佢而家6倍幾嘅市盈率係完全反映晒以上所有風險，平得有道理。聽落係咪好 make sense 呢？但係有啲嘢好似唔係好對路喎。今年4月，美國一話要對中國進口貨加關稅，大家嚇到腳軟啦，覺得信邦今次實死梗。點知間公司喺5月22號出咗個通告，內容竟然係話大部分美國客戶已經同意承擔全部或者大部分新增嘅關稅。等一等，一間所謂嘅冇咩議價能力嘅傳統零件廠喺關稅大棒之下，竟然可以叫啲客仔硬食，呢度就係裂痕嘅開始啦。呢個公告話俾我哋知，市場嘅主流睇法可能錯得好離譜，所以我哋嘅變異認知就係信邦根本唔係一間被動嘅傳統製造商，而係一間轉型成功、具備全球供應鏈韌性嘅高附加值技術解決方案提供商。市場對地緣政治嘅恐懼同埋對舊模式嘅錨定，創造咗一個歷史性嘅機會，俾我哋用周期股嘅價錢買入一間結構性增長嘅現金牛企業。點解我咁講？有3大核心證據。第一，佢嘅利潤擴張根本唔係周期性，而係結構性嘅。你睇翻盤數，公司嘅毛利率由2021年嘅27.6%一路結構性咁提升到2024年嘅36.3%。呢個唔係靠慳成本慳翻嚟嘅，而係因為佢賣嘅嘢唔同咗。佢由傳統嘅電導件成功升級去做技術更複雜、價值更高嘅總成件，好似新能源車最重視嘅智能座艙裏邊嘅氛圍燈、一體化顯示屏等等。加上佢最高利潤嘅北美市場收入佔比，由4年前嘅31.8%大幅提升到舊年嘅47.8%。一個係產品升級，一個係地域優化，呢個係結構性嘅轉變，唔係好彩咁簡單。第二，所謂嘅地緣政治風險，其實已經俾管理層轉化為佢嘅核心護城河。市場仲當佢係一間高風險嘅中國出口商，但係人哋管理層好有遠見，一早就喺墨西哥同馬來西亞起廠。而家墨西哥工廠已經係一個成熟又賺錢嘅基地。今次關稅事件反而證明咗佢嘅戰略價值。啲美國車廠冇咗佢唔得，所以先肯硬食關稅。信邦已經由中國風險股進化成具備全球供應鏈韌性嘅地緣政治對沖股啦。第三，佢有一個隱形嘅護城河，就係1.5級供應商嘅角色。佢唔係簡單做零件，而係提供由概念設計、模具開發到最終組裝嘅一站式服務。一旦車廠用咗佢嘅方案，喺一個車型嘅生命週期裏邊就好難換走佢，轉換成本極高。呢種深度綁定先係佢可以轉嫁關稅嘅底氣所在。所以而家你會去相信市場嗰套主流敘事，覺得佢係一隻會慢慢玩完嘅中國週期股，定係信我哋嘅深度分析，認為佢係一間被嚴重誤解、轉型成功、準備升空嘅全球化現金牛？喺我哋嘅基本情景分析入面，信邦嘅合理價值係現價1倍以上，即使係悲觀情景，仍比現價仲要高出超過30%，安全邊際非常之高。當然，我哋都做足功課，做咗事前剖析，諗過萬一我哋睇錯，最可能嘅失敗路徑會係點？例如利潤率突然崩塌，或者海外擴張唔順利等等。咁呢啲樂觀、基本同埋悲觀情景下嘅合理價值，到底係點樣計出嚟㗎？我哋點樣考慮唔同嘅收入增長率、利潤率，甚至係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WACC 嘅變化呢？為咗幫大家更透徹理解呢個投資機會，我哋喺 Patreon 會員專區準備咗一份完整嘅包含3個情景嘅詳細財務模型。你可以親手入去調校唔同嘅核心假設，例如北美市場未來5年嘅增長率，或者係長期經營利潤率，然後即時睇到佢點樣影響最終嘅估值結果。呢啲深度嘅量化分析，先係做出理性投資決策嘅關鍵。如果你有興趣深入研究，親手壓力測試我哋嘅模型，就即刻點擊下面資訊欄嘅連結，訂閱我哋嘅 Patreon啦。好，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